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号。昨天整个市场是继续下跌哦，很多币种有些都创了新低。不然我今天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这个狗狗币怎么去参考目前的位置，会不会整理出2到3个月的一个矩形？前面在高位的时候是用这一根1倍的上涨的 K 线去比对20年的当时狗狗币的底部，希望朋友们不要去追。如果要买的话，你去观察 0.11 不能破，破的话第二个买点是在0.088， 但是这一次受到 FTX 交易所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它是把0.088都给它跌破。那我今天用视频这个矩形去参考20年当时狗狗币底部的几个位置，目前的位置到底像哪一个位置？有可能这个位置不排除会整理出一个矩形，因为它前面的这半年多的整理区间现在是在守啊。就是这个位置我感觉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也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位置整理到位，看会不会再往上去突破。那另外等下再来用比特币历史上几个，特别是它周线里面的 RSI， 它的一个数值一般在恐慌的低点如果见到30的时候，后面是再破低 RSI 指标周线级别里面背离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一个底部的位置啊。所以不排除这一次16000、15000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底部，因为也是有看到一些现象，金鱼是在做买入的动作。那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 20%，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其实我也没做它的短线啊，因为整个资产配置加密货币，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个人只配置了 20%。狗狗币在整个加密货币里面，我配置的是仅次于这个以太坊，然后后面是这一次比特币下来的时候，但是最近也是在输钱啊，不然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这个狗狗币啊，当时这根 K 线的低点有跟大家讲过，就这一个大涨的 K 线是1倍，以前20年当时底部出来的时候，它也是有这种大涨，你不要去乱做追加，就看个人的兴趣，你是要做长线还是短线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个区间破，前面是跟大家交代，就是大约是在这个高点的位置是有一个支撑区啊，是在0.088。如果这个0.11破，你去0.088再去关注。但是这一次黑天鹅事件现在是破的话，那这整个矩形就是这一根 K 线的参考，我们可能就要修正一下，到底像哪一根啊？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之前是判断有没有可能类似这一根啊，它需要再横个接近2到3个月左右，因为确实是涨幅有一点大，都是接近1倍的涨幅。一般就是高点有上影线的时候，或者是都不能追，你尽量再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压回。但是这次狗狗币压回黑天鹅事件，它还是压得很深啊。那我们可能要修正一下，有可能不同于这一根啊，跟这一根不同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前面还有几个矩形，我之前是把这一根给它否定掉啊。那今天再观察了一下，有可能狗狗币可能很像是这一根啊。就是这一根也是接近1倍的涨幅，然后下来压下来的时候，它上面套了一部分了，所以既然上面有套牢盘，在这个区间有可能会整理出一个区间，甚至它会再挖坑再整理出一个区间。那我们就要看这整个矩形，这边有一个矩形，这边又有一个矩形，那你去参考前面的一个整理的区间，类似这一个区间都是在整理，它这边也是接近半年的一个整理区间，就是重心下去的时候，它在这种区间里面会遇到支撑，有可能就是遇到主力买入的成本区，所以这一次我们观察一下，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类似这一个矩形，它也是压回来遇到这一个区间的一个支撑区。那我们现在就要观察一下这一次狗狗币，其实前几天它在恐慌低点的时候也是遇到这半年多，你拉一条直线过去嘛，就这一个底部区间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所以短期我的观点是这样子，要操作短线，你尽量去看一下这个矩形，特别是这一根 K 线，或者是这2个下影线的低点，也是超短线的一个支撑。不然你就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压回这个矩形的低点。尽量，我的思路还是一样，它既然能在这种位置守住，有一根多方抵抗，它是比比特币还要强。这2根 K 线就是一个多方的吞没，但是能不能马上微上去？包括前2天也是有看到一则新闻啊，推特有可能会推出那个加密货币的钱包，所以这个位置如果它要微上去，其实也是无所谓啊，因为这一个市场，但凡它能大涨，也有可能就会大跌，
因为它未来上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20年底部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动不动1倍下去全部吞掉，1倍下去全部吞掉。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大波动的投资者，你长线就说拿大长线未来的话，才有可能赚到这么大的一个利润，就是要扛住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波动，不要受这种波动就是影响到你的一个心态。现在先看吧，看它整理到位以后，到时候看会不会往上去突破。最近市场还是这么阴跌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要看一下比特币啊。比特币其实也有一些利空，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一个金色财经的报道。富达国际的一个首席策略师表示啊，这一次 FTX 崩盘是引发了大型机构对加密货币生态系统可行性的一个质疑啊。包括富达国际在今年2月推出了针对欧洲专业投资者还是专业投资者的一个比特币交易所的交易产品，现在已经是亏损了 20%。 那现在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心态，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个投资者就像他们这边讲的，都觉得在战略资产配置中都应该必须要有加密货币，但是现在包括身边最近出去玩的时候也是有看到很多朋友不想讨论这一个加密货币啊。有时候整个市场在非常悲观低迷的一个，特别是很多人谈都不想谈的时候，不排除有可能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会不会筑出一个底部的区间，从这个位置开始就抄底啊，抄底也不是很漂亮啊。有没有可能就是整理到位以后，看会不会重新翻到这个平台？因为短期它也是已经看到一个这边是属于一个插入线啊。那现在是昨天收盘是把我交代的一个支撑给它跌破了，就这个16300到400这边有一个正 N 型啊，跌破的话，短期其实也没什么量啊，我们就观察一下它能不能重新回到这个支撑里面啊。就这个位置有可能它也是在震荡，市场确实是非常的低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金鱼，比如说第3大的钱包地址，它这一周以来也是买了6000多枚，一个月是买了4700多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持仓，基本上有跌的情况下它也是继续在买啊，所以目前它的整个持仓已经在14万枚左右。那我的观点是有些机构可能是在恐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的 RSI 指标，如果参考它的周线，之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般比特币熊市到牛市的整个区间里面，比如说这个是在17年的牛市的高点，18年牛市的高点，它后面下去以后，整个周线的 RSI 来到30附近的时候，就是一个底部啊。或者是后面是有一波涨幅嘛，涨到19年高位的时候 RSI 是来到高档，有可能这种位置就是一个高点。那后面它再下去，甚至疫情低点的时候 RSI 也是来到接近30附近，就是一个底部。那这一次其实在2万附近 RSI 指标周线里面是非常低的位置，甚至是破了30啊。但是现在的一个走势来看，目前的话是在背离，那我们就要参考一下历史上更早的一个底部，比如说就这个位置当时在14年，比如说14年涨到高位以后，后面是跌到15年的低位的时候，这边是价格在破底，就这个低点这是周线啊，比15年的1月份的这个低点是更低啊，这个是比这个要低，是现行是有一点背离。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它这个 RSI 有破低嘛，也是因为周线里面 RSI 是一个背离的结构。目前的话确实是趋势是你如果遵守趋势的话，整个趋势目前都还是向下的。现在在拆底的话也是逆势操作，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